嘿，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那首先讲一下，我们简短讲一下，最近地震是很多的。然后老师之前跟大家讲，是说地震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比较难以避免的啊，这个是蛮现实的事情，因为它那个地震的声波啊，其实有耳识人，你大概就感觉到晕眩啊，或者是耳鸣啊，这个东西应该蛮常见的。那么地震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一句话哦，买好你该买的保险，那储备好你该储备的干粮。干粮这个东西啊，其实基本上你先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虽然后面的台风状况是不多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先准备着嘛，反正现在物价会一直涨上去啊，你不用去考虑说物价会不会变平稳啊，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个选项，没有这个可能，物价就是一直涨上去的，涨不停的啊，这个是既定的措施。你去在哪里都一样，你可能在大陆可能物价涨的幅度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涨价。啊，台湾你不用想啊，港台地方你不用想，我们这是小岛制的。也都是需要外国人进口，那美国你也是一样，欧美也是一样，你的物价一定是往上飙的，所以说啊，你要准备能力的范围之内啊，准备1个月可以用的家里可以用的一些干粮啊，比如说面粉啊、面条之类的，或是大米之类的。那如果你家里是比较大的，然后很少人住，比如说你一个人住了个300平方的哦，那你当然你准备3个月的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要太多了啊，3个月的就极限了，够多了。那这个东西啊，其实都会用到的东西，我们慢慢消耗啊，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叫什么？这叫战备粮。那其他的事情呢？其实地震东西啊，其实就这样吧，反正震来了你也跑不掉。说真的，地震是最不需要担心的灾害，因为两眼一黑就结束了啊。这个各位请放心。那后面还会不会有大地震呢？其实还是不会停啦。哦，老师只能这么讲。不然有人说啦，老师你这样讲，模棱两可，自己都会了啊。那你会你讲嘛，不要讲我讲嘛。还是会有一些地震哈，这个各位还是要去注意的。这会持续多久呢？目前老师稍微去观测一下，因为最近的天气还可以看到一点星象。那我估计啊，这2年内大概都比较危险一点啊。这两年呐啊，就是2024年跟2025年啊，这2年是比较危险一点的。那这个天象反映出来是这样，但你说多大，这个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也不是后天地动仪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这样好，该准备先准备，其他问题是没有，但是它不会停，好吧？这地震的事情是不会停。老师指的不会停，不是那种1到2级的地震，好，那都是3、4级以上的地震。那这个各位就需要注意啊，3、4级以上的，你放到外海，比如说前2天啊，台一个什么花莲外海的，那都没事，对不对？因为外海上的基本是浅层，它都没事，是不是？但是怕就怕在什么？慢到我们本岛上或者在陆地上的地震，那么它只要6级，又是浅层的话，那问题就很大了。哦，这个基本上上次就是6级嘛，6.4级。那它就是在比较在陆地上的，它不算浅层，但是它在陆地上，所以说我们花莲的乡亲父老啊，就受灾了哦。这个真的是这样哦。老师是个经历过921那段时间的人啊，所以老师跟各位讲哦，这个地震来了，两眼一闭，等它想干嘛就干嘛吧，震完了你才逃得掉，逃得出来就逃得出来，逃不出来你本来就逃不出来的，想那么多也没用了，好吗？好，保险要去买了啊，不要这乱讲话，说保险不用买啊，保险很贵啊，你没有去问过，你怎么知道贵还是不贵？好吧，那个不要去想。好了，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因为今天东西是比较多，我们探讨的地方是比较广一点的东西。第一个啊，这个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说现在有数万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啊，开始直接围金门。那这个有人说啊，这个是不是在挑衅啊？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不大对劲的啊。为什么呢？不能说不大对劲，是不大对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些渔船呢，他们已经过了休渔期了。所以是说啊，他们基本上他们现在16号的时候啊，就开始开出来，要抓鱼，然后开始要维持生计了嘛，对不对？你休渔期休2个月，那你开玩笑，他们的生计也就暂停了，是不是？渔民就是渔民嘛，就靠海过日子的。所以大家都想跑个头彩啊，因为你刚刚解禁的时候啊，那个鱼的数量是比较多的，说万船齐发啊，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闻，只是现在就把它放大一点了。万船齐发是过去常有的事情，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然后这个不用担心。但是需要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啊，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啊，我们在年初啊0214的这个金门撞船事件啊，这个东西是比较过分的一点的，就是说呢，我们既然是过错方了，说白了吧，侦查出来我们只是过错方，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海巡弟兄或是所有的涉案人员全部不起诉，连行政处罚都没有。这个其实明摆了一件事，就是说呢，你看不起别人，这在2国上面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国家，你认为你自己是国家的话，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你至少你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或者是你把他判个徒刑，再判个缓刑，那都无所谓。你不能够是说全部都不起诉，你全部都不起诉的话，代表是说你
我杀你的人是正常的，我怎么杀都可以，我管你是不是黑船。其实那艘船到底是不是黑船不重要，为什么？它是这艘船啊，金门那艘那个大陆来那艘渔船啊，它是不是黑船，定义是由谁定义的？定义是由他们的政府定义的，不是我们政府去定义的。所以说他们来了，我们把他弄伤了，然后丧失了人命了，那么你该负责是要负责，不是你给他一大笔钱，然后就这样算了。这等于说你去践踏别人的一个国家的百姓的脸面，这个是一个很不妥的事情。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圆转到这些弟兄，他只有什么？只有民生上的责任，民生爱将嘛，对不对？这个我们选不上市长，都跑去当什么东西了，高官去了，是不是？对不对？你这个暗将民生，明将暗生，你这个事情都可以去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做呢？说到这个状况来讲，就变成是说这个梁子就结下啊，任何一个梁子啊，都可能会变成未来啊对方要发起进攻的檄文里面的一个桥段。所以说，不要去小看两国之间有任何一个小摩擦，哪怕澳国王储斐迪南，他又不是第一顺位的，他都可以引起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其实它就是欧战。一个不重要的人，他被暗杀了，他就会引起了欧战。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说每一件小事情，一件小事情都可以造成很大的一个漩涡。比如说什么7·7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那不就是一个小兵失踪吗？他到底有没有失踪也不重要，是不是？但是他这件事情就可以变成了8年抗战的一个导火线。说很多事情，它就在小事情，它就可以变成大事情，端看你怎么去看。那大事情你可以压在嘴皮子底下变成小事情，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之间，几千几万的人就这样被咔嚓掉了。他压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下，就是2片嘴皮子的事情。他也跟世界宣扬他们是最正义、最有道德的一个军队，这你信吗？不信不要紧，因为他嘴巴就可以压下所有人的生命。所以生命是小是大，是在乎在这个政治他要不要去利用。我们为什么要授人以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难去理解的。所以到是从0214开始啊，我们就大概我们的中华民国已经失去了海洋中线啊这个所谓的默契。而到现在啊，我们的国防部也认了啊，我们的对岸的那个解放军的军机啊，已经突破了我们42海里，好，那基本上已经在我们内水地区了。他就是把这些线给他画错了啊，是不是真的画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假装我们的他们是不小心画错了。但是他画错有没有原因啊？有没有上面的受益？这当然我们可以去猜想，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讲。但是基准点画错就变成它不在我们内水，但是正确的基准点呢，它就已经进到我们内水。现在我们内水呢，基本上是什么状况呢？按照我们现任的国防部长的理由，就是只要进到内水，好，不用请示，直接把它击落。问题是人家现在天天来，你天天击落了没有？没有击落，为什么？因为我们打不过人家，就这么简单，我们打不过人家，打了过后，我怎么不把它击落呢？一定击落啊，对不对？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无力反击。但是啊，美国有一个智库啊，蛮有意思的。美国有一个叫做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一个叫做鲁宾的，他就说什么呢？他们台湾啊，我们中华民国啊，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应该从金门对厦门进行炮击啊，这样子可以造成那个厦门地区啊有数万人的死亡。那这个东西啊，他就认为说渗透不是单向的，我们只要能够去开炮，从金门开炮到厦门去啊。那中国就会试图将特种部队渗透到台湾，那我们台湾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这个人啊，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头上无毛，弹头学者，你真的是说我们打算要去开炮，哪怕第一发你真的是发出去了，你在人家国土上走路了，我告诉你，金门变得火海一片。你不要说让别人数万人死亡，你当别人的防空是什么摆设吗？你金门大概就变火海一片，那反正死人是谁？不是死美国人啊，对不对？也不死华府的人，他们死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百姓啊，是不是？我们金门怎么去攻击厦门呢？这个不是说我们金门没有攻击力啊，但是你只有1-2千人的军队，你是怎么样去跟厦门去对战呢？1-2千个人的军队在金门就这么多了以前有10万大军，对不对？号称10万大军，实际上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只有2-3千人，1-2千人，1000到2000多之间的军人，这2000人你连岸都守不好，你要怎么样去开炮去打人呢？那个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而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可不可以再重新开到金门去防卫呢？你也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补给。你这么长的海岸线，你要怎么去补给？过去那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有很多的一些还没有处理的，比如杨志号啊，
或是有一些的平底船，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回补给，因为那时候是战时，就是我们国家倾尽了全力啊，去补给这个金门啦、马祖啦、乌丘啊、亮岛啊，对，东西南北沙，哦，这个当时那个时候的状况，但是现在没有了，你马祖剩几千人，那金门剩1.2千人更少，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给。我只要补给过去，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弹药、把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军事器械直接送给对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对方一定拿得下来。他拿下来，只要大旗一挥，广播一下，可能就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不用打，你百姓就直接归顺，就很简单的事，因为太近了，那近到你无法想象。那你这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老师在夸张，没有夸张。虽然我父亲是马祖人，但是呢，我自己在马祖当兵的，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时候。对不对？热血青年，我就直接去怎么样？直接去举手说我要自愿去金马奖，对不对？我要自愿去马祖，是不是？这个是人家在抽奖抽的那个土绿油精的时候，对不对？我不用，我直接举手，我就是要去马祖，我在一线战地，我来防卫国家，对不对？当年老师可是热血青年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就变得是难以去处理的事情。我们既没有国防的能力，我们也没有防御的能力。但是美国很希望我们进行一个很大的牺牲，为什么？因为我们牺牲对他们很重要。意思就是说美国现在它包含了空军还有海军啊，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当然，大家都是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假想敌人当然都是中国。所以说呢，你不把这个事情搞大，那些单位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得到更多的军费。军费拿来干什么呢？当然是扩军啊。那扩军来做什么呢？你要买军火啊，你要造船铺路，不用铺路了，造船、造火、造那些高端武器。那些武器是谁呢？这一民族的公司做出来的。所以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说这个很危险，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去争取更多的军费。当然了，在任何状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有假想敌，因为这个是无敌国二患者国恒亡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现在挪威的专家也认为是说什么呢？那挪威有一个专家叫做格伦迪森，他就说啊，美国无法说服各国搞垮中国，就是说呢，我把中国当假想敌，但是呢，其他国家觉得是说我为什么要在地球的对角线找一个国家来去跟他抗战呢？跟董老师意思吗？因为欧洲跟中国你根本走对角线的，我为什么要跨越半个地球？我跑去跟一个亚洲国家去当假想敌，我的敌人一个就在我眼前啊，比如说那个俄罗斯，对不对？那才是一个问题啊，是不是？甚至我们欧洲内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去让我去关心地球另外一个对角线的人啊？然后他们会跟我们作对，然后他们会来侵略我们，或他们会影响我们，这个事情就在现在这个社会你是比较难理解的。但过去啊，你其实资讯不发达，所以说他们讲什么就是什么，就营造一个假想敌，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为其而战。但是这个假想敌你可能完全都不知道啊，完全都不知道。就像老师最近啊，在看了一个很有趣的短视频，这是什么一个短视频呢？就是有一个那个印度人啊，他们认为说中国也是很多穷人的，说他来北京去找哪里找贫民窟呢？我还真找不到贫民窟，你应该有啦，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他跑去2环的胡同里面找贫民窟。你在胡同的北京2环胡同里面呢去找贫民窟，我也就是醉了。他们讲的很对，那些人这些老头老大妈都不富有，在他们卖掉房子之前，他们都不富有，随便一个房子都养几千万上千万人民币的。说他们没有卖掉房子之前，他们可能都不怎么有钱，但是卖掉房子之后，他除了1环北京1环待不住外，你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富豪了。这个蛮有趣的。就变成是说，很多国家就变成在这次中国开放144个小时的一个免签之后啊，他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软实力的外宣啊，就变成他让很多的各个国家的人来中国看一眼，才发现，如果你要去跟这样的国家去对抗，那么他们付出掉什么样的代价？他们不是只是来看个新鲜，中国好先进，不是，他们会发现，如果中国现在有这样子的百姓的基础建设，代表他们的民间他们的实力是远超过他们的国家的人。不要说冷气啊，有时候需要讲一些空调，在欧洲你空调用不到了啊，空调你是用不到的。那所以空调不讲，就光是百姓的生活模式啊，跟他们自己的一个治安的维持，那这个就花费到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在2战之后，我们说到了，它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还有2战的胜利国的关系，所以是说他们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那他们就认为全天下的利益就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把这个利益永远维持下去。
世界的均衡永远不会被打破，他们永远是西方的，是人上人，永远的人上人。但谁知道呢？过不了不到100年的时间，世界就翻了篇，就翻了样。所以他们来中国就发现，我为什么要跟这样子的一个远东的国家去搞了抗争？那么你说欧洲会不会继续去跟美国说我以抗中为主？这个肯定会有问题的。包含美国，无论下一任总统谁上来，对于北约的着力点就会变少。为什么？因为进入北约代表美国要花很多的军费在北约各个国家里面去驻扎美军。驻扎美军那个人难道不用吃的是粮吗？发的不用是薪水吗？装备是不用换的吗？对不对？还有你的抚恤金，很多的事情你都必须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必须下一任总统上来之后，美国已经赤字这么严重了，他就必须要怎么样降低对北约的一个付出。那降低北约的付出，前提有个条件，乌俄之战必须结束。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要降低北约的支出，乌俄之战必须结束。所以我们等一下谈到乌克兰的，各位就知道老师为什么说这句话。那所以说，我们要回到我们前3年前讲过的一个分析，就是什么？世界已经分成4块，第一块是什么？美国一定是一个世界话语权的国家。很多人说美国崩溃论，它的确会崩溃，但是它还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啊。这个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有粮食，有原油，所以它跟俄罗斯一样，你饿不死，而且可以你真的不被资本家所操控的话，事实上美国产的粮食是可以足以喂饱全美国的人，还有剩。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无论是酪农业，无论是那个玉米产业，无论是各种农产，美国的农业是足以养活好几个美国人啊，好几个美国人的数量，这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在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这么富庶的国家，这么好的土地，它绝对是世界强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那另外一半就是欧洲，那第3个就是俄罗斯，那第4个呢，当然就是以中国所领导出来的那些非洲跟中国的联盟团队。所以说这世界分成4块，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因为俄罗斯绝对自成一体，对不对？我就是我为我大。以前俄罗斯啊，他抱了一个幻想，就是俄罗斯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脱亚入欧，跟日本一样啊，我就是怎么样？我应该属于欧洲的，我是属于人上人的这一块，不跟你们亚洲这些低等人去玩，对不对？那谁知道现在形势批变了，欧洲人把它踢开来了，美国人也把它踢开来了，那么他能依靠的是什么？依靠就是亚洲国家跟中东国家啊，这个东西就是蛮现实的事情。包含了那个普丁，他也去跟金小胖去签订了武器供应的协议，所以说呢，他们可以买到很多朝鲜所生产的这些军械，一些比较低阶的，比如弹药类的东西，比如低阶的炮弹啊、榴弹炮等等之类的那些比较容易生产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可以大量去跟朝鲜去购买。那跟朝鲜去购买，朝鲜不就有钱了吗？朝鲜有钱，他不就可以养活他自己，而且开发他的核武器了吗？所以就变成沆瀣一气，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团结联盟。而伊朗现在跟俄罗斯也是站作对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给俄罗斯无人机，俄罗斯给伊朗什么？各位要想到一件事是很恐怖的事情，现在伊朗他准备跟美国去干起来了，那么伊朗的实力绝对无法抵御美国的航母作战群，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是如果俄罗斯现在去跟伊朗眉来眼去，你给我无人机的技术，我给你锆石飞弹。锆石飞弹什么？专打航空母，一定打得准，一定打得到。为什么？因为人家不用 GPS， 人家可以用什么？俄罗斯的斯普托尼的卫星，差了几百米不要紧，打航母你差几百米那是不要紧的一个事情。说你要锆石飞弹一打过去，那么美国就会产生很大的损失。那伊朗会不会怕美国报复？会，但是伊朗他自己也有核弹，那么谁打谁这还不知道。说这样子联盟状况之下，欧洲就会发现你事情是不对的，你让我去搞垮中国，那你是不是代表着你要搞垮我呢？哦，所以这个世界的环节啊，就变成是说，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脱离了什么？脱离了这个美国，你要给他过多的一些牵制。过去很多欧洲很多事物都是由美国的态度的决定，但是现在开始啊，其实很多事情啊，一定会造成不一样的一个转换点啊，这个我们要去注意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们的原物料供应是有关系的。因为亚洲国家很多东西，我们跟欧洲之间的关系还是蛮密切的，那跟美国的关系也是很密切。所以说，如果这些态势跟壁垒一旦形成的时候，对我们原物料、对我们的物价啊、对我们的一些物资的索取或者是贸易一定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不好卖过去，那你也不好买进来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好吗？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因为现在我们今天时间讲话比较多，要继续讲下去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事情就变成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回到美国，美国它现在我们刚才讲到了，它就是为了增加了军费，
军费的话，他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订单去扶持这些军火产业、军工产业。那同样的也有机会有机会怎么样，把美国的一些原本废掉的一些造船产业或者是其他的产业比如说造飞机，你不能只养在波音，会不会把它扶持成其他人再重新再制造起来，恢复美国军工强国的一个时代呢？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就还是在于什么呢？还是在于美国现在的状况不是很理想。那现在美国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现在贺锦丽跟我们的特朗普老先生在开始做竞选。那竞选状况怎么样？我们稍后讲。我们现在先讲贺锦丽，他现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些什么政策，他要竞选总统嘛，而且一直要讲他自己的政策。他讲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开始要去怎么对之前在 COVID-19 的时候，拜登给那些儿童又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补贴。这个补贴原本它是有期限性的，到什么时候就结束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那现在呢怎么办呢？现在就变成贺锦丽政见是说，把这些对儿童的补贴我们继续下去。第二个就是什么？包含了就是你买房子你买房子的这个首购族就第一次买房子的，你给他$25,000的补助款等等，这一切就是为了怎么样？就是为了去争取在美国的一些中下阶层的选票。那他现在要改变什么呢？在过去美国是一个完全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其实对富人是有极大的利益，但是对百姓是极不大的利益极有损害的东西。意思你可以拿钱拿资本形成一个规模经济，然后呢，我们在经济学里面，老师以前在上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什么？要有下低效应，就是呢，你这个资本家呢，你赚了100亿，然后呢，你跟那个下低下来1亿，然后给这些穷人一起分，下低下来的他们用不完的分一点给你穷人。那这样子就希望能够达到是说，大家有个互利互惠，只要你越大，你下低的东西是不是越多，对不对？就像一个蜂巢里面装满了蜂蜜，装不下是不是滴出来？那滴出来的话，下面的蚂蚁就有得吃了嘛，对不对？轻轻捞捞的蚂蚁就有得吃。所以说，首先你得先喂饱这些蜂蜜，让它变得越来越大，那你滴下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这是过去的一个理论，那当然现在当然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状况就造成了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等于真的是应了古代诗人讲的，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不夸张的。很多人说美国它是有救济站美国是有这些一些庇护所的。那这个东西老师也特别请老师的贵客比较熟的贵客，他就拍一些短片给老师看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就先不拿上来这个看了有点心酸了，真的是有点心酸。那你那个食物领食物的呢，它也不是说你去就一定有的，因为你去它分完了，它每一餐都是固定的量，分完了就没有了。食物银行也是一样你每分完你就是没有了，不是说他今天备好过来，你随时随地就来拿都可以。他今天准备了这1000份拿完就是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那你就去找。那庇护所也是一样，它的庇护所就这么几十个床位，甚至100-200个床位，但是每天要住进来的人。但那个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人去住这个房子。那过去那个老师在看那个威尔史密斯演那个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老师在讲的说，这个黑人父子怎么会挤不到庇护所呢？美国应该都有很多庇护所，所以说他们父子应该不用住在厕所，对不对？他们应该都有地方可以去住。结果呢，老师就拍那个贵客拍给老师看了，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挤不进去的人，你就只能去其他地方去住。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是说跟蒋氏一样蒋氏好像被遣散回中国了，他就变成怎么样？你就只能搭帐篷搭帐篷现在你也不能乱搭，因为人家会驱逐你搭帐篷，因为你没有居住的权利，那么就只能到处去流浪，到处去想办法今天能不能吃到饭，到处去要每一天你就为了去追逐这个庇护所跟追逐这个发放这些救济食品，你才能够去做。而这些救济食品跟这些庇护所是谁开的？资本家开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做这些庇护所，他们捐出去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赚名声我是慈善家；第二个那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来抵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政府并没有直接去照顾这些百姓的一些措施。那贺锦丽，因为他是非洲裔跟印度裔的合体出来就做什么呢？美国人非洲裔跟印度裔合在一起就变美国人，合不合理？当然合理，因为他美国出生的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是说他们要进行的是另外一种社会救助，由政府去主导的社会救助。那由政府去主导的社会救助的状况之下，就要变成什么？就要变成是说，我去干预了这个整个市场的运作。
因为过去奥巴马也是干预整个市场去做他们的欧式健保，就让一些比较穷苦的百姓啊，你是可以投保这些健保，不然的话，有些百姓啊，你除了痛死之外，你就只能痛死啊，你就没有办法去获得很好的医疗，因为你看个牙痛，你可能排2个月，好，到现在还是排2个月，但是怎么讲，至少你还是有点机会啊，你家庭医院你还是有点机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就变成是怎么样呢？就变成是说，我们要把这些福利政策啊，不断的去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弱势的百姓。那这个状况对于共和党他就有意见，也就是川普老先生他就有意见。他认为贺锦丽你是在行共产制度，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税去照顾那些贫困的人呢？贫困的人他是怎么样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我们怎么可以去救助他呢？你可以给他就业机会，你可以给他什么东西？你不应该去帮助他。这个讲法有没有对或错？这个没办法去评论，因为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啊，是在那个国家的事情。但实际上，特朗普老先生他就是以这个观点说，你贺锦丽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共产党，你实行的是共产主义，但是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这个是川普老先生讲啊，不是我讲啊。那个川普老先生他自己讲怎么样？他讲是贺锦丽以联邦政府去扭曲市场物价，实施了共产经济制度，因为给他了一定的政府介入去稳定物价啊，政府要稳定物价的一个责任啊，这是他们贺锦丽的他的一个政策。它其实稳定物价这件事情啊，其实在我们中华文化都有，就是平敌法哦。这个在我们几千年前啊，这个战国时期呢就已经有了这样子，政府当地的王啊，你就必须要去稳定物价，让百姓有的吃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是说啊，就变成说他们认为说贺锦丽不对啊，你干涉这些事情，就变成他怎么样呢？就资本主义就被你干涉到了，你就变成什么？变成社会主义了。以前说是共产主义啊，他把它讲严重了。他刚才讲的是贺锦丽怎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社会主义就是怎么样？就对百姓的一些救助或者是一些平等，他们是比较去注重的啊。这个共产党只是社会主义里面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里面的一小圈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啊。这个老师在这边公开说也没什么要紧。你真的去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列宁主义，他们这些理想都是非常非常的崇高。人类如果能够达到共产主义那个境界啊，我告诉你，那个世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海奥华行星了，我们就9级文明了。问题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有私心，做不到。谁做过了？我告诉你，那个你不用叫毛泽东去做，真正做到一件事情的叫什么？叫王莽。王莽他做的他就做的那个公田制啊，他就是这样的类似态度。大家去跟中间那个田，中间那个田是国家的田，然后旁边的田是你们的田。说大家把中间田做好，那就是你们的税收。但谁会去把中间田耕好呢？不会啊，为什么？那是国家的，干我屁事啊！是不是？吃大锅饭的，谁要跟你去搞这件事情啊？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共产主义它是一个乌托邦，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只能怎么样呢？期待它有一天可以成交，但是人类在这个有这个意志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成交；有意识的状况，你是不可能成型的一个事情。就像蚂蚁一样，蚂蚁里面有工蚁、有兵蚁、有女王，还有女王的蚁后。你觉得那些工蚁真的都是很勤劳吗？没有，根据研究，那工蚁也会想办法去偷懒，对不对？假装很忙，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想干事，假装我自己很忙，因为像办公室那种，有些同事觉得他们很忙，但什么业绩都做不出来，也是有这个状况。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其实那个拜登他把这个位置让给贺锦丽之后啊，贺锦丽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冒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啊，会动摇了白人的基本价值。你白人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呢？各位你要去理解，美国立国的初期，它是有养蓄奴的政策，所以说美国它本身其实你不能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只是什么？只是它让皇帝的位置可以大家换着坐啊。那基本上各个州就是各个诸侯国。那我诸侯国里面，我还有其他各个小的一些地方的领主。他们走的还是大英帝国那样的思想，说美国立国的开始啊，说它是民主啊，那不是，那只是可以选总统，但是地方的州也不见得要听总统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他们本来就是走的是类封建主义，只是他没有办法用血统来去控制这个皇帝的位置，大家必须轮着去做。其实这个状况其实跟马来西亚也是很类似的，马来西亚的首相也是州他们去选出来的。说很多事情啊，我们就发现是说。贺锦丽做这样的事情，就会容易去打动现在经济不好的人啊，比如说他需要一些社会救助的人，那么这个状况就容易打动。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就是少数主义是很多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美国它是很多，但是非黑人不是第一多的，就变成是拉丁裔的人是比较多的。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些拉丁裔的，比如说无论是老墨啊，或者其他哪个种族都一样，就变得是说，如果政府美国这个上帝的应许之地啊，这个神圣的美国梦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的话，那当然我不妨投你试看看，因为白人老爷我受够了啊，白人老爷这件事情啊，我们被他压榨许久了，不如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试看看嘛。或许你不像这个马丁路德这么样的崇高，但是呢，总归你不是白色的吧？不是白色的，我们就可以试看看。各位去知道少数主义它的一个威力是很强大的。而特朗普老先生他现在要稳定的什么？是稳定的是白人啊，那个白人的支持度。所以说啊，在这个主义里面呢，55%的白人啊，这个是由那个美国的民调公司做出来的。美国的白人啊是55%是支持我们特朗普的老先生。那贺锦丽只得到白人45%的票，这个算很多了。我跟你讲，各位，这算很多了，代表美国啊，他对于少数主义啊，对于不是白人的人啊，他们还是有包容度的。这个其实我们要给他肯定，因为你居然还有45%的人去投给贺锦丽。我今天讲一件实在的，今天台湾有一个新著名的小孩，越南妈妈生出来的，你今天让他去选台北市市长，你觉得他会不会选得上？我告诉你，很难。我们的台湾民族包容度很强，但是没有包容到他可以来领导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新著名的小孩，他如果是就看起来就是越南人，看起来就是泰国人，那他能够出来选吗？可以出来选，会不会选上？议员可能可以选得上，你要让他去选到市长，选到一个什么总统，那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这么大。这个说白了吧，我们台湾人排外度是很强的，这个是在历史上是有的。我们台湾岛那个上面居住的百姓啊，我们的排外是非常非常的强。荷兰人被排走，对不对？明朝人被排得乱七八糟，清朝的我们还有什么反清复明，也把它抗了。日本人来我们抗日，对不对？国民党来怎么样？我们也要抗那些228，我们要抵抗它。所以说呢，台湾人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干你他妈外来的！外来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是看我们台湾的历史。但是美国可以有45%的人去支持贺锦丽，那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那非裔的呢？非裔的就有意思了，非裔有81%去支持的贺锦丽，19%支持了特朗普。以黑人有没有支持特朗普？有的，他也觉得特朗普比较好，不见得因为他是白色神圣的，而是他真的觉得特朗普是比较好的。有，但是非裔的他去支持的贺锦丽，当然是因为你马欧呀，你也是黑的嘛，对不对？黑人支持黑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We are family， 对不对？好，我们是一家人。那第三个是拉丁裔，拉丁裔是美国第2多的人口，他61%的人口去支持了贺锦丽，39%的拉丁裔去支持了特朗普，这还是最近的民调。那在后面贺锦丽现在的一个新的政策发酵出来之后，他会不会更拉开这个距离？这个问题是会有的这个是会有的。当然按照美国的最中立的而且最有著名的一个大选预测学教授叫李特曼，他基本上他的每次预测比老师厉害，他每次都对不对？老师总会有人说，老师你台湾总统预测不好，你完全都不行。好了，不管了，李特曼就是对的，对不对？李特曼他就说那个在美国这边尚无领先者，所以这个就是跟验证老师之前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拜登退选，贺锦丽上来，有人说这个时间变成垃圾时间了，那不用选了。那个特朗普是躺赢的，真的躺赢吗？我翻了过去我发的文，没有躺赢，你没办法躺赢的，因为贺锦丽的运太硬了。上过我们第42节的八字四字半第42节的，就会把贺锦丽的时间盘你排出来，加上第42节的我教你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老师说他是这运很好，天上可能掉下一个总统位，这个是其来有之的，好吧？而在跟我们摇摆州里面呢，我们看一个比较不理想的，就是说呢，他比较支持川普的，而且他是比较偏川普的一个民调。这民调里面呢，比如说亚利桑那州川普赢贺锦1%，但是宾州、还有威斯康星州，还有是什么呢？还有这个那叫什么州密西根州，它都是支持贺锦丽比较多。等于说这些摇摆州里面呢，除了是说，比如说像什么呢？比如说像乔治亚乔治亚是支持特朗普的，内华达也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有些州，大概是北卡罗来纳州它跟贺锦丽是打平的。那这些摇摆州里面，贺锦丽已经攻下了3成这个是比较偏向特朗普的。那贺锦丽攻下3成，那比较偏民主党的其他的民调公司是觉得是说，全部摇摆州都已经倒向了贺锦丽。
那这个东西在里面，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选民重要的里面呢，它最注重的是通膨跟物价、就业跟经济，还有移民问题、健保问题、堕胎问题，还有公民的权利。在这里面，林林总总在里面啊，所统计出来的事情，没有一样跟中国有关系，但是确确实实的每一样跟中国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调查出来是没有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很大的威胁，但是物价跟通膨这两件事情占了24%，是美国选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物价跟通膨跟中国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关税战就是影响了什么？影响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些壁垒。等于是说，美国现在的通膨至少有50%都是因为特朗普老先生他建立了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关税壁垒，所以导致现在美国的物价是蹭的往上涨。因为它其实美国还是一句话，它是地广人稀，但是呢物产丰隆，对不对？美国是一个物产丰隆的国家，它没有理由不能够维持过去20年这么美好的美国梦生活。说真的，那个是没有什么这个理由的，他们就应该维持的一只烤鸡那个3块钱5块钱这样子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就有出这些农产品，他们自己可以把鸡养好，而且他们有高深的一些农业跟他们的一些栽培啊种子啊，种子他们也是很会做哦，他们粮食产量很大，又很会做耕耘机，对不对？像中国他们现在在一些偏乡盖了买了一些耕耘机，几乎都还是美国那边生产的。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既然你这么样的有钱，你这么样的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你让你的百姓不好过？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的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就变成了是什么呢？这些刚才讲那个李特曼教授就有说过，哦，你这个状况啊，对于拜登是对特朗普是比较不利的。那么现在贺锦丽，除非他犯了很多的错误，剩下80几天了，除非贺锦丽不断的犯错，不然的话他才会败选。意思就是呢，这李特曼他认为贺锦丽现在赢面是比较强的一个事情。所以是说啊，现在变成什么呢？贺锦丽跟我们上次所讲的一样，他以魔法打败了魔法，他以诡异去形容你对别人的攻击，而且之前你说拜登老到不像话，老到神智有问题的事情，老到你不应该去当总统的事情，那么请问一下，你现在78岁的特朗普老先生，你能做总统吗？哦，各位你要去注意到特朗普老先生最近他有一些的发言，他是会重复的，就是他在现场。哦，他讲完一大串之后，他有时候一烦恼一想的时候，他会重复一句话。等于说呢，我个人怀疑他跟拜登的老路其实差不多的，因为人到那个年纪差不多。我到那个年纪，我可能没他们清醒，对不对？他们应该比较清醒，我可能没他们那么清醒。所以是说呢，为什么他能够现在也可以造那么多的民调？那是因为啊，美国百姓投票的东西啊，就是要减轻我们生活的压力，让我能够活下来。我能够活下来，我再去想中国是不是有威胁，我再去想啊，其他什么世界大事。我今天连饭都吃不饱，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告诉我我要去做什么？包含美国现在工作，你必须要有一个 address， 你必须要有一个通讯地点。那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去找工作？很多事情并不容易，在那样子的社会制度之下，你可以从两手空空的状况，你要重新返回这个正常的一个社会活动，那个是有困难的。包括其实老师也看到很多在那个洛杉矶啊，这个真的是让老师也触目惊心啊。那他真的应该是冒着危险，老师那个粉丝朋友应该是冒着危险，真的是沿途去拍，躲在车子里面去拍。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什么叫做活死人，真的是活死人在路上，那个吸毒的那些人，什么叫活死人？我真的是见识到，原来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而不是其他的主播去黑美国，是真的随地都会有拍得到这些活死人，真的是人的对折。感觉人为什么会对折？我就觉得奇怪，之前在路上你对折，你不危险吗？人家不会抢劫你吗？那如果女性你都对折，那不会被侵犯吗？那我就觉得这也蛮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把自己吃成这个样子呢？但是人到绝望的时候，逃离自己的现实，然后把自己回到幻觉里面，这其实也是一种怎么样自我的慰藉。就像很多人也会觉得什么，我家庭不幸福，我逃到佛堂里去，逃到庙里面去，那我就与世无争，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殊胜的，我就是一个干净的自我。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哦，有些时候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至少怎么讲，这个东西很复杂，以后再跟各位去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到现在美国经济上也有其他的问题，包含什么呢？包含现在美国还有很多是先买后付，先买后付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也是有就是先消费，先买东西，然后后面去付款，那就变成一个小额信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况就容易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幽灵债务，就是说像中国的花呗借呗，或者是其他的这些360借条等等之类的东西，你先买后付，那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你本来不会有这些负债的。而且你也不属于信用卡的一些连征债务，你就变成的是说我只先消费，但是呢，我后面还不还得起再说的状态。等于说信用卡已经没有办法哈到这么大的一个债务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是说你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先买后付的半诈骗型的一个小额信贷，然后让这些消费者建造了更多的一些债务，而这个债务跟中国以前的一些 P2P 的一些不良平台其实都差不多的意思，它的利息之高，那它的一个周期之短，那对于资本家来讲，这是很好获利的，就是挣谁的钱最好挣不是挣有钱人的钱，挣穷人的钱最好挣，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让子弹飞一下，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银行就变成是说，现在变形了一个，现在好像是通膨没这么严重了，但事实上通膨是没有这么严重，是因为百姓买不起，百姓买不起，就是说你的 PPI 你下降了。那这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自我安慰，就容易去使得美国怎么样？你会变成一个衰退的危机，因为大家都不买东西了，那是不是有问题？像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现在各行各业的你的营业是下降的，当然现在暑假的状况，就是很多旅游景点都是很多人，比如说老师现在金老师他现在在西安他现在正在此时此刻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他在逛西安那个大唐不夜城，对不对？人很多人很多。那这个是暑假期间，但是其他地方你的生意并没有这么好，你的交易的热络度其实下降蛮多的。那很多人说那些地方商场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些商场都变鬼城路边的街景那些都完蛋了。那不一样那个就是两回事。因为中国现在兴起的都还是抖音经济跟你这些网购经济，那你路边的商城倒掉，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为什么要风尘仆仆，我花1个小时的时间到那个商场里面？我去商场里面，我只为了一件事情，各位，你跟我一定差不多。我们会去逛百货公司，第一件事就为了找东西吃，有东西吃，我吃饱了，我吹吹冷气，我离开了，对不对？不然了不起陪小孩玩一下，对不对？那这个 OK， 是不是？但我小孩长大了，他现在不想跟我玩，所以说呢，就得去吃东西，那个还 OK。不说做观光呢，他们也没兴趣。反正你在百货公司卖的东西，在商场卖的东西，一定比网络上来的贵。那我最多去看一看 Windows Shopping 一下，你那边有多少钱，我上网去买。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他们现在是街边经济是不行，但是他们的一些网络经济还有他们的制造业工业它还是行的。那这个是你利基点不一样，这种状况就是不一样。但是消费力道的确是变少了，为什么？因为经历过疫情3年，包含了现在的一些不动产，很多人套牢了。因为我现在我已经没办法供给这么多的一个月供了。我过去买房子买越多，我的是越赚钱，但是谁知道一夕之间我3套房子就变成什么？变成我必须要变成老赖的一个前奏曲，那就变成说我有房子的人，我反而是弱势是这个不要想说中国会这样，台湾一定会变成这样。中国已经告诉你，你持有房子多的人，你只要贷款，你都是完蛋，你都是完蛋。这个台湾也是一样，你买那么多房子，你的后面你也是完蛋。这里花1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去讲，有一个富豪跟老师讲过一件事情，他跟老师算过一个账这个很几年前的事情，5年前老师跟大家说过这个故事，说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发现我们今天时间会延长，是什么呢？他跟我讲就是说，哎呀，陈老师，我告诉你，房子这个是真的是资产有能力买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房子绝对不会让你亏本，但是它是有前提的。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我全款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资产。如果我不是全款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负债。我就说你有多少钱？你房子都全款购买了，那请问一下，你还有钱做其他投资吗？他说：“陈老师，你就不懂，为什么？当我全款购买的时候，我实际花的钱只有30%，因为我剩下的70%，我是可以随时随地用抵押贷款拿出来，甚至这个叫做什么？在台湾叫做理财型房贷。我的房贷到银行直接帮我设定，这个房子1000万，他直接700万，就随时让我 ATM 卡插进去，我就可以领出来，领多少算多少的利息。你没有领就不算利息。但是你贷款买房不一样，
你缴了30%进去，剩下70%是天天给你全部帮你记利息。不要说中国有些人发现我为什么我缴了5年，我贷款没有少多少？我告诉你，台湾也是一样，全世界的银行算法都差不多。所以他说我700万，我1000万的房子，我700万在里面是不用付利息的，我是不用付利息的。但是呢，我要钱的时候我有钱，等于说这个房子我只用3成的钱买下来，这样7成的钱我随时要用，我是可以去用的。只要我觉得其他地方我钱拿出来200-300万进去出去，它可以变成350万、400万回来，我就要赚2成、1成，那么我就是赚，绝对比你这个利息好赚。但是一般百姓贷款就是怎么样，就是全款缴利息，这个是他的一个差别。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富豪出身的人。他是还蛮双手苦力打拼啊，他是开工厂做成功的人，所以当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全款买房，但是他很快就可以买下一栋房。为什么？因为他的资金非常活络，因为钱这个东西啊，它会吸引来更多钱，但是债务呢，它会吸引更多的债务，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台积电也发公司债啊，不一样，人家资产比负债来的大。空手套白狼，我说我发公司债，你就屁颠把钱拿来给我花。我钱还可以给你的比什么？比银行来的低，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好，这个各位去记得，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银行 CEO 就说啊，你现在不调整利率，就会让美国陷入衰退危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要降息。所以说老师在上个月啊，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就认为9月会降息。那结果老师公布之前啊，他就降息，他就宣布可能会降息了。OK， 下次我早点讲，不然就感觉好像不是我预测的，好像是我抄来的，这感觉就很差。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加上现在世界各地最炒的 AI 股，AI 股它现在吹捧的过高，它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跟过去在2000年的达康的时代一样，它是不是会泡沫？那有一些投资机构就警告，美国的 AI 股或世界的 AI 股就有可能跌幅高达90%，有没有这个可能？它是有这个可能的，各位。AI 股有没有可能泡沫化？它是有可能泡沫化的，而且经过这个对我们的股市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各位是知道，中国现在他已经跟他的客户是说，华为他们已经可以推出高阶的人工智慧晶片，也就是运算晶片，它可以取代辉达的，也就是 NVIDIA 它的 H100这个型号的那个绘图晶片。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就有可能中国就在这个地方叠床架屋，它的 AI 晶片就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高。那么它未来对 AI 市场里面，它对于辉达的需求就越来越低。那么当它自己可以达到辉达的40%甚至35%的时候，它就可以倾销它的 AI 晶片。那么 AI 股，那包含了辉达，它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发现怎么样呢？发现辉达、黄仁勋，天天都卖股，对，常常一直把他的手上的持股给卖掉。当然了，他是不是因为中国的问题？我相信他一定有相关性的。但是他因为他的申报都必须提早，好像1个月都要去申报，说我要开始卖股，他必须给我揭露这个事实。但是黄仁勋他卖股这件事情是事实，那为什么要卖呢？你有利益可图，为什么你要卖呢？当然是趁高点抛售啊，那低点的时候你再把它买回来嘛，对不对？也是一样，只是他要申报，因为他是大股东，他必须要申报。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关心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美国或是世界的经济器人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对于 AI 或是对于这些高科技股有这么大的一些琢磨或者这么大的一些期望。那如果中国可以去取代35%的市场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不这么仰仗一些现在的英特尔或是现在的辉达。英特尔现在都不行了，因为他自己的亏损也是很大。主要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把它的设计变成现实的一个实力，就他没有真正的工业力工业的执行力不是设计是有，但是你工业执行力是没有的。那这个东西中国已经正在取代了，而中国也是取代了10奈米以上全世界65%的一个市场。那这个也是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中国它现在可以烂大街的不断去卖晶片，不断的去卖这些晶圆那个在中国叫什么？叫做贵晶的，是不是？它为什么叫硅呢？我是觉得叫电细比较好听那总而言之，总之就是变成是说，整个世界的格局，那西方现在所能够把持这些高科技，甚至这些的关键的技术原料，那么这些未来中国都有可能会取代。既然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么现在的 AI 股或现在他们的经济结构，那就值得我们去关切了好吗？这样懂老师的意思吗？好，柯老师喝一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来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有回音啊！哎呀，对不起我刚才一直没看，最后都快讲完了，然后我现在才发现到有回音，加拍谁？
哎呀，是那个我错掉了哈。好，来。哦，来，感谢 David 王赞助，感谢 David 王赞助，感谢 Jeff 枪赞助，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哦，感谢大家。哦，有回应哈，对不起哦，这个讲的太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哦，讲了50分钟我才发现有回音，昏倒了，真的是，好糟糕啊，不好意思哈，真的再跟大家抱歉一下哈。这个我在想办法，这个美安法院在线上直播，我没办法去降噪，没办法去补偿那个音讯，除非下载回来，我后置之后再发上去，我等下回来看看了，好不好？那个如果需要下载回来重发一次的话，那我们就重发一次，好吧？就不是重讲一次了，就是下载回来我后置一下啊，去主要回应我再发上去。好，那没什么问题哈，那我喝一口水，我们继续下去哈。然后那在最后说这个年代的状况，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这变成是说，美国现在也在警告中东你不能够激化的冲突。为什么？因为现在伊朗啊，他现在准备要去跟以色列啊在干真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干是一回事，但是他有这个意识去干的时候，那这个对于中东的冲突上面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不危险？为什么现在危险呢？因为中东现在有核弹了，人家已经默认你有核子武器了，已经觉得你已经有核弹已经做出来了，那你现在开始是核弹大国了，对不对？你能够毁灭多少人？你的核弹头有多少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比如打法国一颗就够了，对不对？那法国把它打回来，但也是一颗就够了，没错，大家这一颗就够了，但是你一颗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现在油价跟金价现在是不断去涨，然后据说现在的期货啊，黄金涨了每盎司$2500，但是老师还是跟各位讲。你要买贵金属，你就要打算放10年。你没有放10年的打算，你炒短期的金价，它有可能飙很高，也有可能会降很低。所以是说呢，老师还是提醒你，我说你可以在流年里面，或是在生肖运势里面，我告诉你，你可以买黄金。那么意思是告诉你，你可以囤黄金放10年，那你一定会赚。中间你觉得赚了就要卖，那你也不用跟我讲，不是硬要放10年，你觉得赚你就可以卖。但是呢，这中间你是可能会亏的，但是亏不打紧。放10年，一定后面比你的来赚。第一个通膨嘛，对不对？通膨你一定是会赚的。第二个就是金价以10年的基线来讲是没有跌的，是没有跌的状况。无论你拿哪条线去看，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囤金还有这些降息的问题啊，那就变成是说整个世界你的这个金融秩序啊，你要开始重整，也包含了现在在俄罗斯啊，它开始疯抢的人民币。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采购一些更多他所需要的东西。你现在不能用美元，不能用欧元，但是呢，我拿人民币。人民币现在不是只有跟中国买东西，你甚至跟其他一些小国家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去购买的一些原物料的时候，你一样可以用人民币，因为大家都觉得用人民币我可以跟中国买东西，那么我现在多囤点人民币是没有关系，甚至你拿着东西用人民币跟我买，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这个状况就容易是说被大家所接受。那对俄罗斯来讲，他们就要囤更多人民币，之前是在抛，现在又在囤啊。其实世界的局势是还蛮特殊的。但是啊，各位老师一定要跟各位讲哦。这些东西在投资的过程之中啊，比特币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区块链货币啊，你都不要去买它，不要去买它，不要去买它，你玩不起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蹦出一个量子电脑，然后把所有的加密货币全部一次挖完。这个是可以立刻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你无法去理解，而且那个比特币啊，或是任何的加密货币啊，它跟冬虫夏草、跟郁金花香的花苞是一样的。它是没有任何的法偿基础，你买它就是在买，就是在互相的赌博，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不是谁，你就赌谁是最后一个接盘侠而已，就是说你加注了一个很大型的诈骗游戏而已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啊，也变成是说，现在美国的经济既然不好，那油价跟金价在涨。那美国的房贷再融资的指数也在提升了，也就是不断的去增加二胎或增加它的贷款的余额，这个也是变多。增加贷款余额当然是因为我现在花不够用，比如说老师，我现在可能自己家用不够了，我可能再把我原来的贷款或者增贷一下，增贷一下，那就是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再融资的指数会变高。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些整个的科技业的变化。也包含了什么波克夏，也就是那个华伦巴菲特他就开始减持了美国的银行，然后上一季也大砍了苹果的持股，但是他加码了石油，这就变成什么了？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在于是说这些风险的这些大资本家里面已经揭示给我们了，就是科技的东西
西方已经没有办法太有可以让我们期待太多，而变成是说我们要期待在亚洲的地方。那现在亚洲跟西方、东方跟西方产生了一些很多的余沃、很多的战事，所以说石油跟能源这个东西必然是看俏的东西。那至于他为什么要去减持美国银行的股份呢？这个可能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就是美国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关税保护下，像美国这种或是其他欧洲想对中国进行关税壁垒的，那么你互相的去进行这些行动，无论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好。那么就有专家就认为，这些在关税壁垒保护下的一些经济啊，会变得碎片化，会让全球的 GDP 啊掉了7%，等于是说呢，一仗打回解放前啊，这是中国的用语，意思就是呢，经济会退到30年前。那这个里面当然跟特朗普是没办法脱离关系的，因为他就是保护主义啊，就是我要关税，我就让美国好。精神是好的，但是实务上你只能饮鸩止渴。短期之间你可以看到说美国的就业率提升了啊，很多事情内需变增加了，但是长期来讲你是不行的。任何一个锁国的政策，任何一个关税壁垒，在全世界没有成功的经验啊，这个是经济学家说的啊，只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引用出来，不好意思。但是老师很确定啊，基本上做关税壁垒的、做贸易保护的，基本上没有国家成功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呢，这个让选民看起来很有感，那这当然就是变得民粹的状态了。而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他的一个名声变得比较好了？也包含了一些 Target 百货啊，美国很大的一个连锁百货公司，它连牙膏的货架都必须要去上锁，说天天被抢到怕，任何东西都要上锁。那而且你被抢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够怎么样？你还不能够去阻止他，因为曾经有员工去阻止这些零元购的，然后被反击而致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既不能够去阻止这些零元购，但是呢，你做生意，你开店呢，你又没办法去不开价卖东西，不然的话每个东西都锁起来，你要请多少店员了？不知道变成是说呢，就变成是说现在整个状况就变成是美国，你现在你做生意很不好做。为什么？因为你会被零元购，无论你卖什么都会被零元购，甚至连餐馆都被零元购。比如说呢，我们换个地方，比如在英国，英国现在的排外主义很重，你可能只是有色人种开的餐馆，你可能都要被人家砸一下，他不抢你就砸你。走在路上你是移民，他可能就揍你，哪怕什么呢？哪怕你就是已经是英国国籍了，他还是揍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外地人，你是外来人口人。这个老师呢，在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博主他们这些访问呢。那有一个英国的女性啊，就问一个亚裔的，不知道哪个国家亚裔的，她说：“你认为你是英国人吗？”那他就说：“我不确定你的想法，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出生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2代了、3代了，他们是在英国生出来、英国长大的。所以你说我到底是不是本土英国人？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因为他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他不是原住民嘛，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不是英国人？那他是英国人，他有英国护照，他有英国的国籍，他生在英国，长在英国，喝英国水，吃英国米，然后吃英国的那个炸鱼薯条长大的。但是呢，那个英国的女性就跟他讲，你出生在马厩也不代表你是马。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出生在马厩，你也不代表你是马啊。这个是有一些激进派的一些观念。那老师认识的一些英国的一些白人朋友啊。他们是没有这个想法啊，这是少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大家吃不饱的时候，首先的就是排除异己。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就像癌症一样，癌症的话是怎么样？尽量去吸取你身上其他地方的营养，给他自己所用。他管不管均衡？他不管，他就让我自己活下去就好了。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到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看完了这些美国跟欧洲的部分了，我们就要看看亚洲。亚洲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菲律宾啊已经开始对中国的一些鲜槟礁这个地方变成一些还要去占领啊，希望能够跟中国谈判了，可以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中国已经很简单跟他讲，你菲律宾你占有鲜槟礁，我就很简单，我就是把你打回去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紧张，但是会不会打起来？我相信菲律宾的政府没有那么愚蠢，因为菲律宾他可能连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军都打不过。那你更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而在另外一个方面，除了南海这个问题之外，还有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啊对日本要求海水啊，在你排放出你的核废水之前，你必须让中国去检查独立采样。那当然，日本的政府就觉得说不可以，我排我核废水关你什么事情？我上厕所然后给你报告吗？对不对？他是这样的意思，他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中国认为是说，你排放出来的核废水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国家。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参与你这件事情呢？那现在这个东西啊，就变成是说，是不是要在 IAEA 的状况之下来去做一些调解？这个很难啊，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啊，它会有一些影响。而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包含了印度对这个他们的军事的一些部署啊，也变得一开始有点成长了，包含是说印度海军啊，他们在这个在外地去海洋训练的时候啊，他们再去让他们的士兵去做瑜伽的照片啊，他们也暴露出来，他们一代的一些核导弹要改成什么呀？可能转成2代的啊，1代就是那个彭努什的一个核导弹，它变成第2代的核导弹，变成叫做阿里格特的核导弹。那希望能够说把旧的拆下来，新的拆上去。那大家会知道原因是因为那些做瑜伽的印度士兵啊，在甲板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布局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印度它现在也在准备做这些备战的状态。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这个地方，当然各自对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示。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台湾的问题啊，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它就变得不得不去处理。所以这2年呢，戴老师的预测大概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那当然，我们后5年呢到2029年，但是老师认为这2年在2026年以前台湾是比较危险的很多人说2027年，当别人知道当然大家人都知道2027年的时候，他就不会在2027年。为什么？连兵者诡道也，对不对？攻其不备，趁其不意，怎么会让你觉得你有反击的机会呢？不会的但是老师这边讲个额外的讲个故事，我们做梦梦到的梦里的梦到的，你在后面问我，我都一概否认，因为做梦的事情隔天就忘记了。就是有一个小岛他们发生里面有3个派别，这3个派别呢，各自都想当国王，但是呢，毕竟这个国家打下来的时候他们3个都还没有出生，他们是后来取代的。那为了让其这个国王认为是说，我们既然要去争当这个国王，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国旗不好看，我们要重新做一个国旗。但是呢，其他2位不同意，认为说你既然想当这个国家的国王，你当然是拥护我们现有的国旗。那你既然是要我们的国旗，你就不能够换，因为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所以他就觉得是说，我必须栽赃给老2，然后呢陷害老3，让他们打起来，或是让他们各自分离之后，然后我过几年我就怎么样了？我就重新建国称王，用我自己的国名、自己的国号、自己的贵族、自己的国旗，然后呢就对世界宣布我建国了。这个事情呢绝对不含独立，他就讲的叫建国，因为他不独立。叫建国，这个是谁呢？我梦里梦到了一个缥缈仙境里面的一个奇怪的小岛，那至于是哪里我不知道那所以说宪兵教这个东西中国开始做了反击这个事情菲律宾就变成是说他会不会跟中国擦枪走火，那是不一定的。但是南海的问题、台海的问题这些东西，其实对中国来讲都是可以处理的。那其他地方你不能够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不能处理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攻进了俄罗斯的本土，攻进了库尔斯克11天。那这个东西有人就说这是拜登选前的一个冒险。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要节约北约的投入经费，你首先你必须结束了乌俄战争。你要结束乌俄战争，那么你就只能让他们停战。可是停战这个状况呢，它的状况很复杂，你必须让一方服气，不得已，然后他宣布了什么？宣布了停战或是投降。那我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他组织的这种万名的精英部队，一路高歌长进，进入到了什么？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国土之内，号称怎么样？号称我大家回来了不好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刚刚整个断线宕机那老师从来开始继续讲上去尽快把它讲完，好不好？我尽快把它讲完。所以说，我们发现乌克兰这个东西它开始长驱直入，直接进去了什么？进去了俄罗斯这个领土里面。那进入到这个领土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发现到这件事，俄罗斯它竟然把百姓撤离开来了。百姓撤离开来，当然有些学者专家认为是说，你把百姓撤离开来，让乌克兰进入俄罗斯的土地。最重要的状况之下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状况之下，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俄罗斯大部队进去来去做歼灭战，在苏贾这个城市里面做一个殊死战。
其实啊，这个事情啊，其实老师有另外一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乌克兰的军队啊，你深入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土地之后，俄罗斯把他的人全部迁走了。请问一下，你去哪里找补给？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怎么找补给？这叫坚壁清野啊！拿破仑就是死在这个地方的。坚壁清野，你到哪里，我就把哪里把人撤掉。我哪里人撤掉，你就没有物资的供应。你没有物资的供应，那么请问一下，没有加油站给你加油，没有商店给你卖食物，也没有其他地方去提供你这些所需要的东西。哪怕你用欧元去跟人家买，别人可能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人被迁走了。人被迁走了，就变成是说，你所有的军队开进去之后，你就只能在那个地方停止了。所以说，就很多人爆出来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进入到俄罗斯土地里面，这些乌克兰军队，很多人就把卡车丢在路边了，因为他把补给送到前线之后，他的卡车开不回去。哦，你1000平方公里嘛，对不对？你卡车开进去之后，你把物资给当地的乌克兰军队。然后你回不了头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加油，你的卡车又不是核能卡车，对不对？又不是太阳能卡车，你当然就只能够去，你回不了，就变成在这个地方你就停止了。那么就有意思，就是在于是说，如果你想一直不断的挺进去给俄罗斯这个压力，因为他们的国防部长说我没有这个打算去占领你俄罗斯的土地，只是希望你好好的跟我去谈一谈。但是这个方法是很难的方法，为什么？就很简单，我坚壁清野，你走得多深，你就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停了，你是没有办法出来的。而俄罗斯对于这件事情呢，他需不需要急着跟他决战？要是我的话，要是我是俄罗斯人的话，我不急着跟你决战。有本事你开深一点，有本事你继续打下去。俄罗斯几万平方公里的地，我给你进来，你进得来，你出得去吗？各位要去了解一件事情。进入到乌克兰里面的，说到俄罗斯里面的乌克兰的兵队，你精英大概是1万人，1万人你在广袤着俄罗斯土地上面，请问你能够打下几个村庄？就算你在某个地方你建立了据点也没用，因为百姓撤走了7万多个百姓，你没有商店。没有这些物资，没有油料，请问你要怎么活下去？你建立这个据点就变成是你在那个地方你是坐吃山空，你根本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加上现在的时间已经8月了，他只要放你3个月，寒冬一降临，你这些士兵就得在原地冻死。你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我还需要打你吗？我不需要打你，我就在你身边把你围起来，让你知道你再往前有困难。但是你又不得不维持在现场，那就很简单，我就等你，我等你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是说在俄罗斯打下去啊？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你真的成功的打进俄罗斯，一个叫什么蒙古人，因为蒙古草原很冷，够冷了，他们的物资比俄罗斯还要缺乏，所以说呢，俄罗斯坚壁清野对他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们不吃面包，对不对？我就带了一个晒干的干肉干。对，干肉那个肉干对蒙古来讲，配个水吃，一块干肉干就可能是半只牛那些，就慢慢浓缩起来的一大块肉干。那这个肉干可以吃1个月，我吃1个月的粮食，我怕你，我就跟你打下去，我跟你耗下去，我不怕的。所以只有蒙古的军队打进过俄罗斯，其他的军队到俄罗斯基本上都是铩羽而归，因为冬天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你现在打进去，你说你不早几个月打进去呢？你现在打进去，哪怕你 F-16已经交付了，而且可以飞到俄罗斯上空，但是你没办法撑多久，因为你没有油料，你没有补给，你有人。难道你要砍树吃树皮吗？你现在去播种去种树，对这个屯垦你都来不及了，为什么冬天要来了？你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需要做血战吗？对俄罗斯来讲不需要血战，我把你围起来，你自己就会饿死。你拿什么能力去做长途的补给呢？你只要你有派出你的军力、后勤部队往这个俄罗斯本土去补给，那么我就打你另外一边。你打我这边，我让给你，我就把你等着围着等着，我不需要去歼灭你，我也不需要来个二战，我就把你用饥饿的二战，我饿死你。这就没问题了。所以说，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他们就认为，他就对大家爆料是说，那这个事情还是美国知道的事情。那这个不是为了占土地，但是呢，我们早就跟美国讲了。那呢，美国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的，这是他自己来的，我路过的。当然了，拜登就说漏嘴了，拜登就说现在其实每几个小时就会听一次简报，看看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乌克兰战场就变成什么呢？
这个泽连斯基可能以为我总算获得美国的授权，我可以打进去俄罗斯的土地，逼他们求和。但是呢，就陈老师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自己的看法，无论他有没有给你 F16，他有没有给你的一些军队，有没有给你坦克，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为了去反击，你去进军了什么？进军了这个俄罗斯的土地。但是有个问题你没办法发现，就是你把你的精英已经派进去打俄罗斯的土地，那么请问一下，你还有后继有力吗？你后面还有精锐部队吗？肯定是没有了，因为你的精锐已经派到前线去了，那你后面守的东西就是老弱病残。你接下来俄罗斯人只要围住了进去俄罗斯的这些乌克兰军队，然后他打任何地方，是不是基本上你获得了反抗的效率会越来越低？各位要去记得一件事情，俄罗斯调兵遣将，他不一定要用自己的士兵，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瓦格纳。瓦格纳前领导人虽然已经被处理掉了，但是瓦格纳并没有消失。各位要去记得，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师有跟各位讨论一件让老师费解的事情：为什么瓦格纳那它里面收纳一个精英，叫做这个什么俄罗斯的前国防副部长，还有前参谋长进去瓦格纳里面去当他们的一些用雇佣兵，我就觉得奇怪，你好好正规军不当，你跑去雇佣兵里面干嘛？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后来瓦格纳的老板被暗杀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是为了接管他的兵权。所以说现在瓦格纳又回来，那他拿了雇佣兵回来，你去雇佣兵，你去跟这些乌克兰正规军打的时候，那么谁胜谁负很难讲。毕竟瓦格纳牺牲是没有跟俄罗斯是没有关系的，他不需要拿自己正规军的生命去跟你去抗衡。当然瓦格纳以前可以打爆你，现在他还是一样可以打爆你。为什么？因为他是雇佣兵，他没有人跟你讲国际法了，我就他妈把你干掉就对了。没有什么可以想法的地方，所以说你就说普丁会丢脸，那普丁会去说他赶快去打回来，这不重要。对普丁来讲，他要的东西不是这个面子，面子是什么好重要呢？我要胜利，胜利是怎么样胜利呢？打到你基辅，都打到你就直接你打我这边，我直接把你的首府给端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没了啊。所以说你与其是说你乌俄之战要让俄罗斯停火，要让乌克兰投降，那么就有一个人他必须再战不能。这个人相信泽连斯基是上了个大当了，他必然会因为这一次入侵到俄罗斯的土地上面，他会享受到什么叫弹尽粮绝，什么叫做完全的没有办法再战不能的状态，因为你已经鞭长莫及，你没办法去处理了。你在的不是你乌克兰自己的国土上，你在的是什么呀？你在的是俄罗斯的土地上。当年各位要去知道，项羽在去打齐国的时候，齐国的百姓他就直接在项羽的主力军队离开的时候，他又把项羽的军队打得七七八八的，包含钟离昧的包含龙驹的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季部的军队打得乱七八糟的。然后项羽又必须调回来再去打一次，然后他们就把它散开来，然后又去打回去，对不对？再能征善战的一个将军，你都受不了这种游击战。齐国打的游击战，彭越也去断了项羽的补给线。那这些事情难道俄罗斯不能去做吗？难道补给线只有俄罗斯有，但是乌克兰不用补给线吗？你今天在别人的土地打仗，补给线别人一定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打下去不用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老师觉得乌克兰之战必定可能会在10月会有一个比较长足的结果，因为这个结果就必须把它结束掉这场战争。那么在贺锦丽或是特朗普谁胜选之后，你才能够去抽身北约这个大泥潭。因为北约花的钱实在太多，你要求其他国家的2% GDP 去在军费里面，但是他们出了归出了，不代表美国你不用派遣这么多的士兵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在波兰等等地方去防卫。如果让美军去防卫，美国花的钱不会比北约国家来的少，那你要节省军费把它防卫在自己，甚至来对付中国，那么乌俄战争是必须要结束。那这个现在是结束的好时间，只要泽连斯基战败，那么美国的资本家跟欧洲的资本家就可以去平分乌克兰的所有的好处，那俄罗斯也可以得到这个乌克兰的东边的好处。那这就像什么8国联军之后的大清朝，没有好下场，谁都有好下场，没有好下场的就是乌克兰，就是之前的大清朝。各位张东老师意思吗？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老师最后讲10分钟把它讲完
好，现在在于什么？在于在以色列这样这个状态啊，日本我们讲不到了，我们就讲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的状态就变成是说，他现在一直想要去什么？想要去做这些一个人打全部人，把所有人都拉下船来，因为他认为现在如果拜登他是不选了，民主党如果落败了，那么接下来的那个特朗普他会去支持他，那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有恃无恐，我想打什么我就打什么。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已经惹到了伊朗。伊朗现在准备去对，还有真主党，还有胡塞组织。好，当然他们前仆后继的人可能都被干掉，但是不要紧，因为穆斯林他们的团队组织是很严密的。你杀了一个头，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头，他们不缺人才去领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组织架构都是一代一代培育一代的，他们不是只有寡头，他们不是只有靠几个组织的领袖去主掌这个事情，他们都是一层一层。很严密的啊，每一个人的组织性，每个人的责任心啊，每一个人的所有事情，它是非常严密的一个组织。不然穆斯林为什么1000年以来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的阶层、他们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他们可惜就可惜在一点，他们没有重用女性的力量。如果他们重用女性的力量，我告诉你，那穆斯林绝对可以跟其他的任何的文明去分庭抗礼，那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可惜他们没有好好用到女性的力量在，而其他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无论是欧洲，无论是中国，都是因为女性可以获得发展，所以是说他们进步速度特别快。日本卡在一半就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女性跟男性不平等。韩国也是一样，爆发起来之后，你就开始往下。为什么？女性的力量你用不到。当然，穆斯林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美国就派了一些航空母舰。还有英国的打击群啊，开始往中东过去前进。但是前进过去呢，有没有什么样办法可以去挽救？是说让以色列可以妥妥当当的去侵略的这个巴勒斯坦，或者在巴勒斯坦去占有更多的土地呢？这是没办法的啊，这是没办法。他们无论如何打，以哈马斯永远是杀不完的，因为你杀了一个哈马斯，后面生出来全部都是哈马斯，你是不可能可以把它歼灭掉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包含他们里面有对一些囚犯做一个性虐待啊，那做这个性虐待这个东西，他们认为反正你这个哈马斯你没有人权啊，哈马斯没有人权，那请问一下，你哈马斯没有人权，那你以色列人的人权在哪里呢？对不对？你屠杀的一些平民百姓的时候，屠杀孕妇跟小孩的时候，你有没有人权呢？他们认为他们有，他们是正义有道德的，他们杀哈马斯就跟你去杀鸡去杀鸭一样的意思。所以当这个观念一起来的时候，那他必须跟世界去为敌，那以色列这个状况就会拖垮了什么？拖垮了扬格鲁萨克逊这2个好老弟他们的一些国力。所以说现在英国，你现在派遣了什么？派遣了焦作号，还有什么威尔士亲王号，开始往那边过去支援。美国也派了航母战斗群过去，但是过去归过去，伊朗既然有恃无恐等你过来，国际就那么巧妙。如果伊朗真的拿到了几枚锆石导弹，那么他就跟真主党是去吹牛，是说我把美国航母打掉，不一样了。因为锆石导弹的确高超音速的，它是的确可以把航母打出一个大洞，而且弄不好你还真的会沉。而问题是在于是说，美国它没有办法再生产新的航母，中国可能第4艘、第5艘一起出来，但是美国你现在的航母，你连维修的时间都没有。英国更不用讲了。英国你还必须把你航母1号跟航母2号的零件换过来，把另外一个航母当成零件机，你才能够去修理现在的航母。那其他的造船产业当然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这2个国家的一些能力就会，或是他们的精力或他们的一些资源，就会变成被迫来去支援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一些金融、一些企业啊，或是一些掌握他们经济命脉的，都是这些民族所能够去掌控的。你不听话，我就搞垮你。但是事实上啊，老师还是觉得，当你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啊，其实领导者就该硬气起来，你搞倒我们一起死。我是宿主，你是寄生虫，你要你搞死我，我们就一起死，对不对？当然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选举，所以既然要选举这件事情，当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英国当然除了是说他们自己他们的那个被那个中国的焦作号去到英国的领海里面去，然后让他们觉得是说，他们既受到威胁，自己也没办法派他们的威尔士亲王号去帮助的时候也很困难。
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很大很大的问题。我刚才讲错了哦，这个加州号是中国的船舰，还跑到英国的领海里面去，所以英国网友就开始也觉得是说，你这个自由航行啊，真的是件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亚洲跟西方的一些战力啊，在开始做一些变化的时候啊，那当然哦，就会变成一些很大的一些困扰。那整个世界就变拧了一股绳。你的油一定有问题，因为毕竟是中东，你的金价就是说任何货币就不能被相信了，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的事情，好吗？好，那其实现在已经10:23，老师多讲太久的时间了哈。那其实我们本来还有日本的，比如说包含石破茂哦，他去拜会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们赖清德总统。那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来不及去讲哦。那包含了英国现在也面临到一些压力啊，英国面临到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去讲，因为包含了英国街头现在有大暴动，有1000人以上的人啊，就为了驱逐有色民族哦，然后开始做一些打抢砸的一个事情。抢是没有抢，但是砸是真的是有砸。这个状况呢，其实下个礼拜讲也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你是不容易去处理的，这个是不容易处理的。好，那我们就先这个样子哈，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讲到11点我也讲不完了。好，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直播断了，可以救回来，是可以救回来的哈，那是可以救回来的。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哦。今天不好意思跟各位借用了多了25分钟的时间哦。那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留在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的去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英国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沉疴，也包含这次法国办完这个奥运啊，其实也凸显到了西方的世界啊，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维持过去这些老员外的过生活了。因为这次的法国的奥运啊，就很明白的他们不想出太多钱，也没有能力出太多钱，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榨出太多的油水。一个运动，一个奥运办了一个盛会啊，基本上是为了展现国力。而当你没有能力展现国力的时候，那么你后面的经济要发展的事情啊，那你就会受到其他资本家的质疑了。然后这个其实这次的奥运啊办得不好哦，真的办了一些很夸张哦。那开头很夸张，结尾太正式，那也是很奇怪的意思。加上英国英国现在的财政，它基本上脱欧之后啊，老师就跟各位讲过，脱欧之后啊，你是到处去签 FTA， 你的效果是有限的。到处签 FTA 就是说我个别跟你做自由贸易，但是你脱离了欧盟，其实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跟欧盟整个金融体系去合为一体的时候，那么很多钱就不会到英国，很多钱不到英国的时候，你只有伦敦的那一群人可以维持你自己贵族跟巨额财产的身份，但是百姓你会活不下去。就像当时这个大清朝也是一样，你紫禁城里面富得流油，但是百姓呢？百姓巴不得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赶快把这个满人给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实在过不下去了。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事情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下礼拜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下周我们再谈谈其他的问题。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下礼拜三我们更新12生肖9月的运势解析。好，谢谢各位，大家晚安。靠，我还没关，大家晚安。我以为我关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晚安。